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，医生就让你吃降脂药。先别急，有一类药叫他汀，全美国有4700万人在吃，但它到底该不该吃，什么时候吃，很多人根本不清楚。更关键的是，它有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副作用，可能让你肌肉疼痛、血糖升高，甚至记性变差。今天我们就来把胆固醇和药物这件事儿彻底讲明白。最近有位朋友来咨询，他不胖，也没有心血管疾病，体检发现胆固醇高，医生建议他吃降血脂的药，理由是胆固醇高会增加心脏病风险。这位朋友上网查了查，想知道这个药是什么，有什么副作用。我们就拿这个案例来分析一下。当你胆固醇高时，医生建议吃药，你应该怎么选择？在美国，吃降胆固醇的药很普遍，最常见的就是他汀类药物，目前有4700万美国人在吃，原因是它能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。这听起来当然很好，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它的作用原理和副作用，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。先看他汀类药物是怎么工作的。原理很简单，就是抑制肝脏生产胆固醇。胆固醇是我们身体里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，它把脂肪运送到身体需要的各个部位，也把不需要的脂肪运回肝脏储存，它还是很多重要激素的基础。这就带来一个矛盾，一方面胆固醇高了，据说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，另一方面胆固醇又这么重要，那么吃降低胆固醇的药会不会有问题呢？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胆固醇高，我的建议是不要吃药。那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吃呢？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，是你已经患有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心脏病。换句话说，你确诊了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心脏病，这时候吃降血脂的药能减少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为什么有动脉粥样硬化就要用降胆固醇的药物呢？因为胆固醇、脂肪、血细胞和其他物质会在动脉里形成斑块。胆固醇是一种蜡状脂肪样物质，可以积累在血管壁中层，引起炎症反应。时间长了，炎症碎片可能脱落进入血液，导致心肌梗死或脑血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吃降胆固醇的药可以减缓斑块生长速度，也可能化解斑块造成的炎症反应。并不是血脂一高就要吃药，而是确定你有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心脏病时才需要吃药，或者医生认为你在10年内会发展成这个病，才把它当作预防性药物来吃。血液里有2种胆固醇，一种是血液中的胆固醇，由肝脏制造，它负责消化脂肪食物和制造荷尔蒙；另一种来自饮食中的胆固醇，主要存在于动物食品中，比如乳制品、鸡蛋、肉类、家禽等。减少饮食中的胆固醇也有助于降低血液里的胆固醇，但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因为遗传因素，身体会产生更多胆固醇，有的人在消化系统会吸收更多胆固醇，健康的饮食、抗炎、锻炼都是降低胆固醇的重要因素。所以在你吃胆固醇药物之前，应该先做到这些。你怎么知道自己胆固醇高呢？靠检查，检查前8到12小时不要吃东西，然后检测血液中的浓度。这里会查2种胆固醇，一种是高密度脂蛋白，它把血液里多余的胆固醇移到肝脏，肝脏再把它分解排泄掉。女性的健康水平是每升50毫克以上，男性是每升40毫克以上。另一种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也就是 LDL 胆固醇，很多人把它叫做坏胆固醇，其实这个好坏不准确，因为我们的身体两者都需要。LDL 的任务是把脂肪运输到身体需要的地方，但如果它太高，就会增加动脉壁中斑块的积聚。健康的结果是应该小于每升100毫克。除了这2种，还要查甘油三酯。甘油三酯存在于细胞里面，在胆固醇高、有心脏病问题、肥胖和糖尿病的人当中，甘油三酯常常也比较高。正常情况下，它应该小于150。做了这些检查以后，你就知道好的和不好的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量，然后决定怎么调整饮食，怎么通过营养的办法降低它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决定是不是需要吃药。如果你确定自己有高胆固醇问题，也改善了饮食，增加了运动，还是降不下来，那你要不要考虑吃他汀类药物呢？他汀类药物主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减少血液中可以沉积在动脉里的坏胆固醇的量。第二，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斑块，这个药物可以在斑块表面起到覆盖作用，让它不容易脱落。
第三，它防止胆固醇在细胞内膜里沉积，同时它还有一些抗炎和抗氧化的效果。因此，对于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的心脑血管病人，他汀类药物有可能起到重要的防治作用。它的效果怎么样呢？根据研究，他汀类药物能把胆固醇降低30%到50%，同时在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的心血管病人当中，会减少他们的死亡率以及心脏病和中风发作的风险。这里一定要注意一点，研究对象是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的病人，这个药物对他们是有效的。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有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心脏病，仅仅是胆固醇增高，那么你应该尽量用非药物的方法来降低胆固醇。药物是一种异类的化学物质，它是通过干扰甚至阻断身体的正常生理生化反应来起作用的。他汀类药物就是抑制肝脏产生胆固醇所需要的一种酶。这个酶在肝脏里本来是有用的，因为身体需要胆固醇，肝脏才有了生产胆固醇的机制。你把它抑制了，实际上就是破坏了身体一个正常的生理生化反应。这种作用通常都比较明显。正因为如此，身体需要胆固醇，你把它抑制了，就会造成我们不想要的副作用。有些人会感到肌肉疼痛和虚弱，大约10%到15%的人会有这种症状。还有人会增加血糖。如果你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，在用降胆固醇药物时，就要考虑这个因素，因为糖尿病本身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还有一点，一旦开始吃药，往往就必须继续吃。如果你仅仅靠药物来控制症状，就不能停止使用。但如果你把药物作为一个暂时的缓解，同时在生活方式、饮食、运动、减压方面进行改进，那么你可能在一段时间使用药物后慢慢减少甚至停止，否则你把药停了，一切都会反弹，因为你没有重视造成胆固醇高的根本原因。药物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掩盖症状、缓解疾病后果的作用，但它并不能解决产生疾病的原因。他汀类药物除了肌肉疼、痛、肝脏损害、增加二型糖尿病风险之外，还会造成神经系统的副作用。大脑需要脂肪，任何影响脂肪产生和运输的因素都会造成神经系统的问题，所以他汀类药物也会造成人的意识模糊、记忆力减退等大脑功能失常的问题。对女性来说，本身患心脏病的风险比较低，但她们在更年期以后，胆固醇的问题就会出来，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增加。年轻时雌激素对心脏有保护作用，绝经以后，女性的心脏病风险会增加到跟男性同样的水平。所以女性也要重视这个问题。在美国有一个预防服务工作小组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，任何40到75岁的人，如果在未来10年内发展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为10%或更高，就应该考虑使用他汀类药物。他们怎么判断风险呢？主要是计算你的性别、种族、血压、吸烟史、糖尿病和年龄。这里面种族和性别我们没法选择，但控制血压、不抽烟、控制血糖，这些是我们能掌控的。与其依赖药物，还不如在这些方面下功夫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很强的家族史，那需要另外考虑，还有一些具体情况。有的人已经有了心脏病或中风，或者有周围动脉硬化疾病，而且坏胆固醇水平高于190。虽然100就算高了，但你要高到190以上才考虑使用这种药物。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到75岁之间，患有糖尿病，而且坏胆固醇水平在70以上，你需要考虑。另外，有高风险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坏胆固醇在70以上也需要考虑使用。现在还有人做 CT 扫描，看血管里边的钙积分状况。如果斑块中的钙质量高，也可能会建议你用这类药物。说了这么多，很多人还是对吃药有很大犹豫。问题就在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到底能不能降低胆固醇？其实很简单，你把生活方式做全面改善，饮食上转向更多的低糖水果、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、坚果、鱼和家禽为中心的健康饮食，可以采用地中海饮食或者以植物为主的饮食，同时增加体力活动，戒烟戒酒，把体重和糖尿病管理好。这样的话，你可能就不再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，或者需要的量很少。即便你服用正常量的他汀类药物，如果你能做到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善，你对它的依赖时间也会缩短。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吃不吃他汀类药物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。
第一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？第二，你是不是已经出现过心肌梗死或者脑梗塞的症状？第三，你是不是有很强的家族史和其他风险因素？在这个基础上，如果你的坏胆固醇含量超过正常指标，你需要考虑使用他汀类药物。这类药物长期使用会有副作用，所以一定不要依赖药物，要在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做很大改善。这包括饮食调整、运动增加、精神压力缓解以及保持充足睡眠。如果你在健康方面有自己的经验或见解，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交流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。如果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转发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别忘了点个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后续更多重要的健康知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